在如今的世界上有這麼一個國家，下至幾歲孩童，上至古稀老人，他們每一個人的腮幫子都鼓鼓的，比如這樣的、這樣的，還有這樣的。這可不是他們在嚼狼子，而是比檳榔危害更大的中東也門嚼草文化。也门这個國家號稱全民吸毒，上到總統下至普通老百姓毫不例外，並且到了如今政府還非常支持此項文化，甚至在也门国家內戰期間還專門規定了嚼草時間，在這1-2個小時內雙方都不能開火，更不能擊殺外出購買口糧的後勤士兵。如果你曾去到過也門這個國家，你會驚奇地發現路上的每個人都像是一隻土撥鼠，從早到晚腮幫子鼓鼓的，始終在嚼東西。在了解這種毒物之前，咱們先簡單說一下也门。其實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它都是中東的強国，曾經控制着歐亞非3大洲重要運輸要道的曼德海峽，每年光是收取過路費就能賺個衣食無憂。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，它的鄰居卡塔爾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將近7萬美金，而也門卻只有950人，稱得上阿拉伯半島國家中混得最慘的。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只有一個，那便是也門整個國家都被這種看似人畜無害的草給坑了。這種草名叫恰特，也有人稱其為巧茶或者阿拉伯茶，又被人稱作东非罂粟。之所以讓也門全國人民深陷其中難以自拔，是因為恰特草的成癮性極高，反覆咀嚼之後可以讓人提神醒腦，精力充沛的同時還會生出一種莫名的快感，並且咀嚼之後還會抵消飢餓感。所以也門這個國家很多人一天只吃1頓飯，但這種狀態只能持續大概4個小時。等到恰特草帶來的快感褪去後，便會讓人四肢無力和悲觀沮喪。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再次吃草來恢復到剛才的興奮狀態。久而久之，恰特草便成為了他們的生活必備之物。东非罂粟的名號也逐漸被打響。在也门這個國家，吃草已經成為了最為普遍和重要的社交方式。如果有朋友見面遞上1根煙或者1瓶酒，那麼多半會被也門人嘲笑，因為他們接待朋友的方式只有一個，那便是來到家中的草室中嚼恰特草。草室的重要性不亞於我們認知中的客廳，他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在這間屋子裡協商解決。在2021年也門社會調查中，我們能得知，也門整個國家50歲以下嚼食恰特草的人占比 87%， 也就是2170萬人。他們每天短則4個小時，長則8個小時都在草室中嚼恰特草。活可以不幹，飯可以不吃，但嚼草的時間卻是雷打不動的。你要是不嚼的話，說不定還會被人們當作異類。而也門的公務員更是如此。與我們不同的是，他們的工作時間從9點到下午2點，中間是沒有午休和吃飯時間的。所以下了班之後，也門的公務員便會去到政府辦公楼中的草室開始嚼恰特草，甚至公務員還會有一些福利待遇，那便是政府會定量免費提供一些新鮮的恰特草給他們。整個國家2000多萬青壯年每天用大量的時間嚼草，所以說也門即便坐擁出海口和油田都窮成這個樣子，也不是沒有道理的。可恰特草對也門的危害遠不止於此。由於恰特草成為了全民用品，那麼需求一定很大，所以那些原本種植糧食的農戶就不幹了，反正糧食也賣不出高價，索性都改種上恰特草自己吃。這種情況使得原本就要進口糧食的也門更加貧窮，每年好不容易賺來一點外匯都花在了糧食上。隨着恰特草的種植面積越來越大，也門的農民發现了一個恐怖但不可逆的事情，那便是如果一塊土地種植過恰特草，那麼這片耕田就算種上糧食也無法生長，並且恰特草需要大量的淡水灌溉，可也門的淡水資源就連人都不夠喝的，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死循環。農民種地不賺錢，改種恰特草，發現恰特草需要大量的淡水，於是想要改種莊稼，但種植過恰特草的土地已然不適宜糧食生長，只能荒廢，所以也門可種植糧食的土地面積少之又少。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恰特草列入了軟性毒品，基本上但凡有點腦子的國家都禁止此物的流通。但莫言還是想多說一句，如果有人邀請你喝阿拉伯茶，那麼請不要猶豫，直接報警。